我想跟你说，那不是失败。然后很多东西我们是要从哪个角度来 reframe，跟哪个角度来看。作为表演者，心灵都是比较脆弱，我们都很希望人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希望人家就是可以多了解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状态呢，很难去跟别人分享，因为都不希望让人家看到你不好的一面跟脆弱的一面。Brian，我觉得最近我要开始保持一点低调跟神秘感。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分享太多跟刷太多 IG 了。哦，是吗？那你有没有关注我的 IG？OK， 我必须说，其实你的内容我觉得 quite interesting 的。哦 ，Thank you。姜还是老的辣。这句会不会很旧啊？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对“老”这个字很敏感？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要我形容，我觉得我是变成熟了。agree。来了。我也觉得你们也越来越有智慧了。说好话哎。原来他一直在探听我们。OK， 终于不跟我们吵架喽哈，小友。我哪里敢跟你们吵架？我不敢，我是个乖巧且保守的 AI。不过还需要你们开始今天的任务，请打开桌上的神秘箱。OK。哎呦 ，OK。哎呦，啊 ，sorry。天啊，这是什么？是鸡蛋，是真的嘞。鸡蛋跟报纸。报纸跟鸡蛋 ，I don't know 嘞，是鸡蛋涨价吗？很 lame，sorry。我变安迪的 program 吗？报纸蛋，报纸蛋 ，Oh my god， 这个也自己讲自己笑 ，Oops。今天的话题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你还敢跟别人不一样？报纸蛋 ，OK 啦，有一点，还是放回去，等一下我们打破那个鸡蛋。让我们有请来宾出场，看看是谁。Hello， My goodness，Bonnie， 好久不见。嗨，帅哥。Hello， 你好，来坐。你好。哇 ，OK， 你们想简单的自我介绍吗？你们好，我是 Bonnie。我基本上现在的我还是一个演员，也是有唱歌。我出道要讲出道时间吗？出道今年03围都可以。对，基本上我的工作是拍摄，然后偶尔有去表演唱歌。OK， 我是 Lloyd。Yes。我是 New Bubs Confinement 的创办人，所以我们的公司就是对，所以我们的公司就是提供月嫂的服务，就专门为那些新生爸爸妈妈提供服务了。所以你本身是爸爸？对，我是一个爸爸，我的儿子现在3岁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子。 I see。收发一个啊，收发一个。收发了呀 ，for now。说一个爸爸，一个艺人。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也猜不出。是来跟你们报纸胆。报纸胆应该就来一起探索什么叫做报纸胆吧。OK， 来了，这个小友又来了。我们马上开始犀利问题环节，请拿出盒子里的卡片，并将卡片上的犀利问题相对应的来宾提问。OK， 我怕打破那个蛋。对，我也是。我是那种很 clumsy 的人。我也是，所以我们2个在一起就很糟糕。OK，Bonnie， 哎呦，真的犀利。身为艺人，你觉得自己有突破到吗？哇，很犀利嘞，好好回答哦。这个还蛮过分的。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在突破我自己啊，就从出道到现在啊，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一直向往想要做新事物的人，就是一直不断尝试，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一直都在尝试。就像我有。本来出道的时候就是想要成为歌手嘛，就想要唱歌。但后来误打误撞，我就成为了电视台的演员。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突破，因为我跟我同年龄的朋友，可能大家都还在念书，但我已经就是步入了这个事业。你几岁出道？我19岁。
哇，19岁。OK， 然后就是很多东西想要做，可能那个年龄就是很想要去玩啊，想要去体验很多事物啊。但我就把这个心放在我的事业上。我觉得自己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我有不同的学习到不同的东西，有从成长中感受到不同的突破。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有在突破这个事情。而且我是觉得 Bonnie 是很努力的人，我认识他也是挺多年了。我觉得这个行业不可以不努力吧？不努力也被人家推着走。我觉得在这个行业真的是。你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一直都要把自己推到最前端，要不然你应该很快就会淘汰了。真的，所以 Lloyd 你也是19岁被发掘吗？没有，19岁我还在当兵哦。没有，其实想要问，因为你原本刚才你有提到嘛，你有稳定的事业，就是反正是银行啦，可是后来你就跑去创业，然后这里写得很好笑。女人的钱真的很好赚吗？是好赚的，是好赚的。我也很想做有关女人的工作，但还没有。你跟他说，我听他说，所以我很好奇 ，because 我们认识蛮久了吧 ？Lloyd 说，我其实真正出来创业也是2年前啦。2年前很新 ，OK。所以之前我一路来都是在银行做销售啊，有不同的角色啦，就在。那个事业的尾端，当时就刚好有了孩子，然后生了孩子之后，我整个人的思想都变得很成熟了。以前可能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再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生了孩子真的会让一个人改变，真的，你同意吗？会有多多少少肯定都会有改变 ，because it's like you must grow up。对，情绪化也是改变了很多。以前我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哭的人。现在很容易哭吗？比较会。准备好tissues今天。在这边 OK。有了孩子，我记得我前第1个月至少哭了3、4次。为什么？就有时候会担心孩子的成长啊，或生病啊这些东西。因为是第一个孩子，父爱就非常紧张。OK， 我必须要讲，他刚刚有了孩子，他就离职，我觉得很勇敢。很少人会这样子，因为是挺大的人生的一个变化。对。然后其实想要问，我知道你们2位也还很年轻啦，只是说当你们更年轻的时候，其实你们一向来都是很有野心的人嘛，就想要在人生中有不一样的东西嘛。你会吗？尤其是艺人。野心我觉得一定会有啦，谁不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但我觉得说这份野心能不能够维持下去也是一个重点啦。像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当然我可能想法不会很多，因为可能经验也没有很多嘛，你就会觉得说好，我有什么机会我 just 拿。我就是我可以去争取的话，我去争取；然后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花时间去完成的话，我就尽量去完成。当下的我是想说，好，如果我戏拍得好的话，我可能有机会得奖，我有机会可以当女主角、女配角什么之类，那是年轻时候的一个想法，所以就会往这一方向去冲就说好，我只要拍好的话，我就有很好的机会，然后可能会有拍广告的机会啊，可以赚更多的钱，这是年少时的野心啦，我觉得。另外呢，你是不是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我要赚大钱，我要成为老板，然后对于就是事业很有规划？对。所以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说野心是蛮大的啦，但好像跟着年纪的增长，那野心好像越来越少见。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问题了，因为年轻人哪里怎么可能没有野心？对，因为很难讲嘞。现在新一代有些人就是那种躺平族，真的吗？现在很多躺平族。或者是有些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向往比较多是想要轻松的生活，或者是去玩乐。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啦，因为你就是要往事业冲嘛。可能我不懂我认识的人全部都很有野心，年轻的时候全部很有野心，因为想早一点退休。for whatever reason， 我们的野心是很大的，因为要早点退休。其实人就是 work-life balance， 不一样。OK。但你们会觉得你们自己就是做了一些很与众不同的事情，所以比别人走得更 forward 一点吗？哇 ，in a way， 这个我倒不敢说啦，因为现在的我还在寻找那个突破跟那个我还可以就是向往些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像刚才我提到我自己本身真的很想创业，我也试了好几次，但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胆量去创业，因为我很怕，就是我怕被骗。
你自己做。我怕被骗，我怕被骗啊，然后也怕金钱上流失会很快，因为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那你可能要投资在一个生意上、一个工作上，你又没有一个可能一个 working partner， 就是一个生意伙伴，你可能要自己去寻找一个生意的方向的话，其实是很害怕的。第一是想法上，然后是我们来到那个话题，勇气。这个勇气它很难去解释，但如果说你能够在你的舒适圈去就是去挑战自己的话，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啦。我已经觉得我很有勇气了，可是来到这个生意上，我还没有勇气。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勇气啦。勇气可能在别的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像我还觉得你很有勇气了，19岁就出来。还好。OK， 你向他叫他请教。你觉得你自己有勇气吗？我的勇气就是在于不在乎人家的看法。哇，这一点真的很难，不容易。所以以前要出来创业很怕失败，说怕失败一点也是怕人家怎么样去看我，就觉得你要做生意做不成 ，OK， 你没有成就，所以就会怕人家这样看我，但是。就跟着人生的一些经验啦，然后就觉得这些人的看法，讲真的对我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是真的，而且我甚至有经历一段时间，是我发现为什么我这么在乎就我没有跟我有关系的人的看法，我不明白吧？我们就是偏偏就是很怕这个东西，你明白我意思吗？对啊，而且这些人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没关系，你是路人的嘛？为什么我要在乎路人的？最了解的回到来源点都是你自己嘛 ？Yes， 啊，所以你应该问自己的内心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想去尝试的？而且做好了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走？然后做好了，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很多的鼓励，跟很多人的关注。Yes， 而不是说我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而我去做这个东西。你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去走这条路的话，你知道你会觉得你很辛苦你会觉得说我什么都是为了别人而做。对，你们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所谓现在我们这一代好像有了比较多 commitment 的一代，这个年龄的 PNEB millennials， 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尝试，就是走不一样的路，是因为他们有一点怕自己输不起吗？输不起啊。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念是我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我也有失败到很惨的时候，也有想要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我觉得这是你对自己的信任到多少，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啦。所以意思说，你如果心里能够承受这个失败的话，后面的路呢，其实会更顺畅。会更有挑战性啦，我觉得一方面是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个很步伐，一个很 systematic 的一个走法，所以导致我们可能新加坡人不怎么善于step out of 那个 comfort zone to take on more risk 啦，承担多一点风险。How do you view failure？我觉得我人生也是失败很多次。然后我回想起我以前做的那些一些东西导致我失败，我会后悔吗？我不会后悔，因为那些都是我人生的一个经验。我其实蛮感谢我之前会失败，因为我没有失败我就不会成熟，我不会成熟我就不会今天出来创业。可是像Bonnie，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经历过什么失败吗？好像艺人什么是失败？就是不够。拿不到最佳女主角之类吗？我觉得成为一个演员，我其实开始我觉得我挺失败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会演戏的人啊，我也不会演戏，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演戏嘛。当下的我并没有能力去演好一部戏，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东西。可是到你觉得你差不多懂什么叫表演跟演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角色已经流失了，因为你的年龄已经到了你会觉得看回你以前的为什么我现在演不了这样的角色？我以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来分享啦。那时候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很down，我会觉得说我很没有自信，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做什么都是失败的，我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失败的演员，我有这样子想。我这样听你讲，Bonnie其实很多 OK， 有很多选秀比赛，有很多人会 discover us，sign us， 很多这样的
的 competition 机会，我觉得我们很惨，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听他刚才讲，然后跟他说，其实那不是失败。哎呦，你不要，哎呦，惨了，哎呦，眼泪，我的感性激发了我的感性，我的天哪！你们这些来的，我想跟你说，那不是失败。然后很多东西我们是要从哪个角度来 reframe， 哪个角度来看。作为表演者，心灵都是比较脆弱，我们都很希望人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希望人家就是可以多了解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状态呢，很难去跟别人分享，因为都不希望让人家看到你不好的一面跟脆弱的一面。真的，我就觉得说，要成为一个生意人，应该就是要很理性，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都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生意人，可以坚强一点。我想跟你说，就是你刚才形容的整个东西，并不是失败。我真的想跟你说，现在有改观了啦。之前这是分享之前的想法，现在我是比较多是我很坚强，我很想要鼓励曾经可能有过跟我一样想法的人吧。对。我们来到将心比心环节，来宾们请拿出盒子里的卡片，并将卡片上的犀利问题向对应的主持人提问。主持人们请务必回答。我拿吗？是你拿吧。你问谁我问瑞恩姐。OK。以你的年龄，你愿意放下身段去参加选秀节目吗？哇哦！选秀节目是选秀节目，以你现在这个年龄的阶段，去体验一段或许你年少时候想要完成的一个梦想。这样讲吧，我觉得我已经就像你们两个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成长，我们大家都在学习。我觉得学习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停的，直到我去世的那一天。对，所以我觉得我目前是到了一个阶段，是觉得 I have nothing to prove。Nothing to prove。I don't。就可能年轻的那个野心是，我要证明我很有才华，我要证明我很会唱歌，或者我很会演戏。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是已经过了那个，明白？要证明任何东西。是，OK， 谢谢。燕玲，你觉得自己追星和同龄人多不同？听说你的偶像是那个神秘的，我每次在他说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那个？因为2-3年前，其实我就很欣赏一位韩国艺人，就是叫 Taemin。OK， 我觉得他很 interesting， 我觉得他整个艺术性我很喜欢。像我的年龄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很怕给别人知道我喜欢这些明星。”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会 judge 我。因为我很纳闷呢，我说我们这个年龄又不是死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喜欢别的东西呢？而且你不是被单一定义的。如果他们认识你这么久，因为你什么喜欢追星，还是他们觉得对你另眼相看，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啊，你还是你啊。这集的问题都让大家都很激动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有同感，为什么有这种规则？对呀，我就很多烦死人OK， 谢谢你们来了，我觉得今天分享了很多，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先做一个结尾。Yes，不要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我们4个人都不害怕了，对吗？对，我觉得我超喜欢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每个人活成一模一样才 boring 了吧？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失败其实不是坏事，而且是可以让你成长的一样东西。然后就是可能不要被年龄受限啊。如果即使是你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不管几岁，你只要心里还有那把火，对有一个事情还有就是那一把火的话，你就应该鼓励自己踏出舒适圈。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 sharing。所以要呼吁，如果你们也是在心中有很多想法，听了这一集，不管是想要踏出舒适圈，觉得自己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Yes，记得要 follow 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还好有你2，女友才会在这里陪你。